那我们今天首先还是来分解一下这个花瓣，好不好？今天可以画一个，把这个正面的花画成一个2乔的。那我们画这个花瓣的时候，首先我们还是调一个底色，好不好？哇，这个盘子有点湿，我们另外拿一张纸来垫着哈。来，我们首先还是调一个底色，底色还是调这个太白加3绿啊。好，我们来这个底色先加水，把这个底色调。好，我们把这个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3绿少了一点点，这个颜色还不是很明显，我们可以再多加一点哈。我们要加到它颜色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改变，跟这个白色，如果感觉这个白色还是白色不太明显的话，说明我们加少了一点，所以再加多一点点，再加多一点点。这个底色调好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把它放到一边哈，放到一边待用啊。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分解一下这个花瓣，好不好？看一下今天用什么颜色来画。来，我们用一个，先开始这个花瓣的话，只是给大家分解这个花瓣的话，我们就随意的用一个颜色，好不好？今天画这个正面的花的话，我们来分解一下它的这个组合。好久没有给大家分解这个组合。用玫瑰红、牡丹红胭脂，好不好？玫瑰红、牡丹红胭脂它很好看的，本身我们直接用玫瑰红胭脂也是可以的哈。但是我还是加一个牡丹红，牡丹红的颜色它是很沉稳的，这个颜色加上去它挺好看的，所以我们还是加一个这个牡丹红。那还是这用红色的吧，我们示范呢用红色的，大家看的是最清楚的，所以我们还是用红色的好不好？如果说这朵红色画完，大家还想看其他颜色，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其他颜色来看一下，好吗？好不好？好，首先我们来调这个，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第一个颜色哈，玫瑰红是第一个颜色，我们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均匀的哈，一定要把颜色调匀。我们不管画什么花，画什么颜色，都是要把颜色调匀哈，颜色一定调匀，颜色调匀了，你这个花就成功一半了。不管你这个花型你掌握的多少，掌握的好不好，但是你把颜色调匀了，你怎么去组织它都会很好看。好，慢慢的晕哈，笔要睡在这个盘子里去调，慢慢的晕。调的时候这个笔要不停的转动调的时候这个笔要不停的这样子转动去调，让这个笔360度都沾满这个颜色。要调匀哈，一定要调匀，均匀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我们再调一点点这个牡丹红。牡丹红它其实跟玫瑰红很像，但是它稍微的再深一点点，稍微的比玫瑰红稍微的再深一点点。然后我们笔尖可以蘸一点点胭脂哈，笔尖可以蘸一点点胭脂，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画。来，我们画这个花瓣。来，我们首先画一个，最开始我们画每一朵花的话，最开始都会画一个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正面的正瓣，背面朝我们的这个花瓣这个花瓣的话，它也可以是正瓣，也可以是反瓣
这个花瓣我们这样子往这里推哈，推一笔比较圆，是不是很圆？然后我们这里点一下，这边点一下，然后这边点一下，两边一边点一笔。这一笔是推的哈，这一笔是推过来的，然后这笔是点，这笔也是点。我们点的时候，这两笔要有区别哈，这两笔这两边这两笔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区别。我们在画每一个花瓣，它也是在画变化，都是在画对比。有了这个对比，这个艺术才会有这个效果才会出来。我们不能说把它画得太平均了，画得太均匀，画得一样大，这样子就不好看，好不好？好，这个是再加一点颜色。我们画一个花瓣之后，我们笔尖要补充一点点深色啊，笔尖补充一点点深色。好，这个花瓣我们再画一个这个不同方向的都画一下啊。这个往这边推一笔，然后这里点一笔。然后这里再点一笔，好，这两笔也是一样的，两边点的这两笔都要有这个区分，也要大小的这个区分，所以把它这个花瓣，把这个太圆的这个花瓣去把它打破，不要让它这个花瓣太圆了。这里点的时候，这两边点的时候也可以推哈，你也可以推，把它这样子推开来也可以哈，这边点也可以推，我们这笔这样子推过去，这边点一笔，拿这边也来推一笔，都可以，不光是说只能点，它也可以推，也可以把它画宽一点，让它这两边的花瓣要有区别就可以，不要两边一样的就不好看。好，我们画一会儿，然后我们这个笔上可能就我们加了这个底色之后，再继续调色，还是一样补充颜色啊，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好，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然后再调一点点这个牡丹红，调一点牡丹红。笔尖可以蘸一点点胭脂啊，笔尖可以蘸一点点胭脂。好，我们来继续来。好，我们画些各种不同方向的哈，这样子往这里推过来，然后这边可以推一笔。这边可以点一笔，有点有推哈，有点有推，像这样子画出这种，它这种缺口就会有这种这种变化。你看有这种变化，它不会太圆了。我们画画都是在画变化啊，就在画对比，就是我们从这个真实的物象中去找这个对比关系，然后再从这个对比关系中去平衡它，让它既有对比又和谐统一，这个才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啊。对比是什么？对比就是这个大与小，我们讲的这个大与小哈，这边大这边小，大与小，然后浓与淡，那这里浓这里淡还有这个虚与实，枯与湿，各种各样的对比哈，各种各样的对比。把这种对比进行，我们就是用笔墨进行去夸张、提炼、概括的一个过程。好，继续补充颜色，好，画出各种朝向的这种笔尖一定要有深色啊，笔尖又有深色。好，我们笔按下去，往这边一推过来，然后这里是一笔啊，然后这里点一笔，然后这边可以往这边再来一笔，这样子就是3笔来组成一个大花瓣，让它两边。你看我们画的时候，这边往这里，然后这里是点一笔，这里往这里推一笔。啊，这样子的笔法来画，好，都是用侧锋啊，好，这个笔肚里面如果没干了，当我们画的这个毛都已经呲开了，看到没有？这个毛都已经呲开了，说明这个笔干了。我们要用这个笔肚加一点水分，用笔肚加底色，不是水分。我们加的时候只能用笔肚加，不要把整个笔放进去。不要把这个里面的底色弄脏了，你看这里就弄脏了一点，我们尽量不要把里面的底色弄脏了。我们整个花朵画完之后，这个底色还是干净的才对啊。你们要多看我调色，你看第一个颜色怎么调？第一个颜色我们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啊，继续调。
颜色一定要调均匀，你要调上来哈。我叫你调到1/2，你就要调到1/2来，要调到1/2。我们再调一点点这个牡丹红，一样的颜色一定要调匀。我现在这一笔加了底色，加的有点多，看到没有？加的有点多的时候，你调的时候，这个笔上的水就掉到这个盘子里了。像这样子是说明水分有点多了。当然，你们新学的朋友们，你们水分多了可能掌握不好，但是你们画熟了有水分也是没有关系的哈。你看这样子，这个盘子里，你看这个水都掉下来了，掉下来说明水分是有点多的哈。有点多，当然我们画熟了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新朋友们，你们尽量把把笔上水分刮干一点点，不要太多水分了，因为容易把控不好这个水分啊。好，这种花瓣我们就画这么多，然后我们再画一下，这个侧面的花瓣。那一朵花，我们的这个花它就像一个碗的形状啊，像一个碗的形状，这个是正中间的，这个是正中间的，然后我们的这个两边还会有这个旁边的有这个侧面的花瓣，侧面的花瓣我们可以3笔画完啊，先轻轻的来一笔小的，然后重重的再来一笔大的，然后后面再点一下，点一笔，这样子就是一个侧面的花瓣，就像这个花的这个两边的这个花瓣啊，这两边的这个花瓣，两边这个花瓣你可以一笔把它画完，像这个花瓣我们来一笔画完啊，一笔画完，来轻轻的下笔，重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上，这样子就是也是一个侧面的花瓣啊。我们有的时候加颜色的时候，没有加这个玫瑰红，只加了这个牡丹红，在中途加的时候，你可以只加后面的颜色。好，我们画一下这边的，来轻轻的画一笔小的，这一笔小的，然后再来一笔大的，这样子划过来，然后后面再来一笔，点一笔，这样子就是它就是一个侧面的一个花瓣了。那侧面的一个花瓣，我们可以一笔来画也是一样哈，那一笔画下去它更加自然。如果说你画熟了之后，你就直接一笔来沉，一笔沉，一笔沉。来再画一下，那一笔沉是不是很好看？这个侧面的花瓣一笔沉，它特别好看，是吧？好，继续补充颜色。你看，像这样子水分就不多，它没有掉到盘子里，到处是，所以这样子它的水分就是刚好。好，我们再来画一下这个小侧瓣，这个是比较宽一些的侧瓣。那这个花瓣它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个手掌是一个花瓣，那这个花瓣它就是背对着我们的花瓣，然后这个花瓣呢，它就是这样子侧起来的花瓣，可以露出，它有的时候可能露出一点点正瓣。那我们再画一个这个侧瓣，就侧得更厉害一点，只看到一点点这个侧面的。好，我们笔尖一定要有深色啊，笔尖一定要有深色，这个颜色一定要从深到浅的一个过渡。把这个小的侧瓣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这样子来画一个这个小的这个侧瓣，这个小的这个小的侧瓣，可以画一些各种不同角度的这种小的侧瓣。好，我们带一点钩，它会显得更加灵动。按下去提起来，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面拖一下啊，画出这种小的侧瓣。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往后拖一点。好，这个是小的这个小小的这个侧瓣，会了吗？
还是一样，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再往后拖一笔，然后这个小的侧瓣，它其实跟这个花瓣是一样的，只是说比它还更加窄一点，比它还更加窄一点。好，各种各样的这种侧面的花瓣啊，再来一下，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点，这样子来画一个这个小的侧瓣。我们再来画一个这个侧瓣和这个正瓣，把它组合起来，一个侧面的，一个正面的。好，补充一点颜色，笔上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点颜色，其实你画的时候你就用2种颜色也是可以的哈。好，我们来画一个这个反瓣和这个正瓣的组合啊。来，带一点钩，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你看你画这个反瓣的时候，你可以不一定说一定要这么规律哈，你可以多几个转折哈，多几个转折，让它不一定说一定是像这样子3个2大1大2小，不一定，你可以这么多哈，你可以再转一下，再转一下，再转一下，让它的节奏更多一点，这样子显得这个花瓣它更大一些，这个花瓣会显得是更大。好，再来补充一下颜色，好，我们继续补充颜色啊，补充颜色。我们加这个正瓣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颜色调多一点哈，调深一点，调浓一点，调饱满一些。然后我们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反瓣里面的正瓣补起来啊，反瓣里面的正瓣我们来补起来。好，我们从根部这里补，根部这里可以补深一点哈，这里最深的用这个胭脂哈，多来一点胭脂，否则它2种颜色等一下都分不开了，2种颜色都分不出来。好，这个颜色还是浅了一点哈，所以说没有区分来，所以区分的不明显啊，稍微的浅了一点点。好，这个正反瓣的组合你可以再画大一点哈，可以再来大一点哈，那就感觉这个是一个正一个反瓣，一个正瓣一个反瓣。好，我们待会儿画这个组合的时候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我们先只画一个正反瓣的这种感觉，我们再来画一个哈。稍微这2种颜色稍微的太相近了一点点。好，我们再来画一个反瓣，然后我们再去补充这个正瓣，稍微的颜色深一点哈，让它和这个正反瓣有区分。刚刚2个颜色调的有点相近哦，调饱满一些哈。我们可以先从中间这里加，然后2边加2边一边一笔哈，这个根部这里也是有的哈，根部的地方也是一样，从这里过来弯的过来。好，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中间会来一些这个缺口，就表示它这个花瓣的一些这个花瓣的边缘它都会有一些小的缺口，当然这些缺口我们不要太平均了哈，不要点的太多了，我们要点的自然，不要点的太平均。这个就是一个正反瓣，一个正瓣和反瓣的一个完整的花瓣啊，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好，我们这个正反瓣的也可以先画这个正瓣哈，我们先把这个正瓣画了啊，这个正瓣画。那我们从这里补一笔，它就是一个反瓣了哈。
当然这颜色有一点，因为是一笔里面的颜色，所以有点太深了。我们补的时候，如果这一笔再浅一点，它会更明显一点啊。这一笔有点深，所以看的有点不清楚。好，我们再来一笔啊，再来一个，往上往下，先画一个这个侧面的花瓣啊，侧面的花瓣还是有点深哈，还是有点深，所以待会儿可能这个正面的花瓣，所以我们调的时候正面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先画正瓣，再每画一朵花的时候，我们是先画这个反瓣，再去画这个正瓣，因为你一笔上去画这个颜色很容易都画成深色了，这个正反瓣都是深色了，因为现在示范，所以没办法说先把所有的反瓣都画出来，好，这样子加上它的一个正瓣，正面的花瓣。我现在留一点距离，让大家可以看得清楚，留一点距离，大家就看得清楚。还有它这个根部也是要加一些啊，根部这里也要加一些。好，这个也是一个正反瓣的组合。你这个正瓣，你可以正面你可以画大一点，也可以，然后回一下笔，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些这个褶皱点。这个也是一个完整的，这一排都是这种完整的花瓣。虽然这一笔它有点两个颜色太近了，太相近了，所以看不出来。好，我们再画一些这种比较碎的花瓣，碎花瓣就是直接这么去点哈，直接这么去点。假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哈，或者是推，或者是点2笔或者是3笔这样子去组合，就是我们画这个花的时候，这个正反瓣都组合完了，或者是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去补充，有些缺口我们去补充，我们就这样子去点，或者是我们的反笔。或者是反笔哦，现在笔上有点干哈，有点干，或者是反笔，我们在补充的时候，就是我们画完之后啊，我们这样子去补充那个花瓣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反笔啊，反笔这样子去补充，看到没有？反笔这样子去补充。好，我们再来给大家画一个正反瓣的一个组合，好不好？画一个正反瓣的组合之后，然后我们再来画这个大花瓣。好，我们现在这个笔上没有这个底色了，笔上有点干，我们加一点底色。加了这个底色之后，我们来先把这个玫瑰红还是一样哈，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再调这个牡丹红。好，我们先画这个反瓣，我们笔尖蘸一点深的这个牡丹红。来画一个这个组合，那我们先画出所有的这种反瓣啊，把所有的反瓣画出来。这个反瓣的话，要以笔尖画了之后，笔尖没有深色，我们要补充一点深色，然后在旁边来一个。好，我们画这个反瓣组合的时候，要有这个大小、长短的这种区分哈。这边我们可以对面来一个。好，这个反瓣我们要有大有小，我们这个可以大一点，让它有大有小，有这种对比，笔尖再补充一点点这个深色。好，我们可以这个让它感觉是叠加起来的这个反瓣，让它感觉是叠加，有一点叠加的这种感觉。好，有大有小，这种反瓣要有大有小。这边来一个，然后在下面藏一个小的，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好，我们反瓣就画这么多哈。就像我们如果画一朵花，比如说我们是画一朵花，我们画一朵这个正面的花，这个正面的花它是大部分都是显这个圆的，然后正面的话它肯定就是圆的，因为这一朵花它本身这个花瓣正面朝我们的基本上就是圆的，只是说我们不要太圆而已，我们有些地方要破一下圆的。然后像这种正反瓣组合，我们基本上像这样子画，
画几个？1、2、3，画这样子的，就这样子的花瓣，画4个组合，这一朵花就完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分解式啊，也是一种这个花瓣的分解。那我们这个中间这个空隙里面太大了一点点，我们再加一个哈，再加一个小的。好，我们这个反瓣都画了之后，我们加上里面的正瓣。我们每一次画都是这样子分解，我们先把这些反瓣画了，就把这个框架，就像我们画整朵花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把这整朵花的这个反瓣这个框架都把它框起来，然后我们去把里面的正瓣一补完了之后，我们再调整外形，这朵花就完了。所以说像这样子的去分解，大家更加好理解，更加容易掌握这种画法。好，3种颜色都要调哈，均匀的让这个笔上由深到浅。好，这种然后现在我们是要补正瓣，所以颜色都调的比较饱满。我们补正瓣怎么补？你看这么多反瓣，这么多缺口，我们就把这些缺口这里都补上去就好了，好不好？就任何挑一个缺口，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反笔。为什么是反笔？有家人说不理解这个反笔啊，我打个比方哈。就我这2笔这个反瓣都是这样子画啊，都是笔尖朝上的。那我补这个正瓣的时候，就要反过来笔尖要朝下，这样子去补，你知道吗？好，我们补这个正瓣的时候，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颜色不够深，你可以加水哈，加水再去补充颜色，颜色就会更深一些。因为我们反瓣它有点发白，颜色比较浅，因为里面有这个底色，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那有底色它肯定就没办法那么深了。你如果想更深一点，你最后画这个正瓣的时候，你就直接加水。好，从这个2个反瓣中间的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反笔。为什么反笔？你看这2个反瓣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画的，笔尖朝上的，这个也是笔尖朝上的，那反笔就是笔尖朝下，明白吗？好，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出来，好，这样子来一笔，这样子就补充了1笔。那这一个花瓣，你看补1笔，可能我们可以补2笔，让这个花瓣的层次更加多啊。那我们再来补1笔，这样子点一下，有的地方我们不要把这个圆太圆了，不要让它太圆了。好了，我们补了2笔啊，补了2笔，让它有2层。好，我们笔尖再补充一点颜色，你看这两个它是2个反瓣是一个笔尖朝上画的，一个笔尖朝下画的，那么我们要把它补成一个完整的花瓣。从中间补哈，把它补成一个像这样子，感觉它是一个花瓣卷起来这种感觉，好不好？好，我们再来补充颜色，补充颜色之后，你看这个从这个最深的地方，我们这个根部一样的把它填起来，然后从最深的地方这样子来补充这个花瓣，我们可以这样子包过来。好，这里点一下这个缺口，让它有一点这个花瓣的这种，你看这些小地方我们就可以直接点了，你想点就点，想把它留着就留着，你也可以把它点出一些小碎瓣。好，再继续补充笔尖上的颜色，好，这个每一个这个里面这个反瓣里面都补上哈，这个补1笔，我们可以再来1笔，笔尖再来加一点点胭脂哈，再来补1笔啊，让它这个层次多一点哈。你看这样子，它显得这个层次更加丰富，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好，这2个花瓣，这2个反瓣，它又是两个对着，我们就把它补成一个卷起来这种花瓣，补成一个花瓣啊，让它成为一个花瓣啊，这样子是不是它就是一个花瓣？好，这边2个都是
两个花瓣它都是两个反瓣都是比较朝这个左边的，那我们再去补充这个正瓣的时候，我们的笔尖就要朝这个右边了，这样子来反笔，所以说是反笔。所以有一些家人说不理解什么是反笔哈，那这样子就是反笔。好，这个边缘的话有点分不清楚的话，你可以再来带一下，让它清楚一点。好，我们继续再来补充，继续加颜色哈，加颜色。好，这个小反瓣它已经贴着它了，那我们就把这个根部这里补一下就可以了，让它里面让这个小花瓣就包着它，好不好？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然后从这个最深的地方补充一个小花瓣。那补了一层之后，那才可以大一点。我们补一层，可以再来补一层，让它这个层次感更加丰富。再来补一层，补的时候一笔下去再点一下，然后这里有一点节奏去画，不要一笔圆乎乎的直接过来，它就不好看。好，我们再用胭脂把这个根部的地方再去填一下。好，这样子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正反瓣的一个组合，这就是一个正反瓣的组合就画完了。你说这个地方你说有缺口大一点，你可以在这里这样子补充一个花瓣就可以了。好，可以把它再补过来也可以，你多补多少都可以，还可以往上再加层次都可以，我们就要留一些这种缺口，好，不要让这个花显得太圆了，整个太圆了。边缘的地方我们画完之后可以回一下笔，就是可能就是表示这个花瓣的它的一个褶皱的一个感觉，这个就是一个正反瓣的组合。那像我们如果画一朵这个正面的花，你看把这个组合安排到这里，然后我们这边再画一个这样的组合，这边再画一个，这边画一个，画4个这样的组合，这朵花它就是不是完成了？然后所以说就是分解式的教学大家更加好理解。好，我们刚刚补充了一点底色啊，补充底色之后，我们来把这个玫瑰红调一层，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笔尖再沾一点点这个牡丹红。好，我们来画大花瓣吧，大花瓣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多种画法，可以一笔一笔的推哈。推一笔大的，点一笔小的，然后再推一笔大的，再点一笔小的，这样子去组合，这样子画出来这个大花瓣它自然有这种笔触感，看到没有？自然有这种笔触感，你再随意的去回一下笔，它就很好看了。随意的回一下笔，这种花瓣的这种纹路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子这个花瓣的这种纹路就出来了。好，现在我们这个笔肚上有点干了，画这个大花瓣基本上画一笔，这个笔肚上就干了。好，再调这个3种颜色，把它均匀的都调匀哈，调在这个笔肚上，让笔肚上的颜色饱满。好，我们再来画一个这个大的这个底下这个大花瓣。还有一种画法就是这样子去滚它，我们笔还是这种侧锋。好，我们这样子侧锋来滚笔。滚的时候要有这个提按啊，你可以提来一下，再按下去，再去滚哈，让它滚出这种缺口来。你看有提按的动作之后，你就滚出这种你看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缺口来。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不规则的缺口。你看这样子一笔滚下去，就是一个大花瓣了，然后我们一样的可以有些地方可以来回一下笔哈。
回一下笔，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的这种感觉。如果你不到位的话，你觉得不到位，我们想要加，可以一边再去加一下，一边两边还可以再去加一下，去调整一下，这样子就一笔就滚成了一个，就是滚成了一个大花瓣，是吧？这个底下会有这种大花瓣，你直接用笔这样子去滚，就滚出来这种大花瓣。好，我们的笔肚上又干了，我们再加一点底色。好，我们再来画一下这个，还有一种这个大花瓣是这种翻展过去的大花瓣啊。那我们跟这个反瓣一样的话，这样子带一点勾，重按下去，再更重一点，按下去，按下去，再提起来，再往后拖一下，这样子拖一个这种大的翻瓣啊，这种好大的这种翻瓣，你们拖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笔法，有这种大小的这种缺口。大小这种缺口的这种感觉，让它不要太圆了，太规则了。小侧瓣也是这样子哈，我在这个空隙里面画啊，带一点勾，这样子带一点勾，按下去提起来，再重一点，按下去再提起来，再拖一下，这样子就是一个小的侧瓣啊。来带一点勾，按下去提起来，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再拖一下，这样子就是一个小的侧瓣了。好，我们这个颜色没有了，我们再加一点颜色进来。好，我们再来这个大花瓣，再来画这个大花瓣啊。大花瓣我们还可以有这种两笔来组成，一个大花瓣。好，我们再来一笔啊，再来一笔。这两笔会有一些区别哈，一笔大，这两笔我们要有这个区别，要有这个大小。你看这一笔它比较大，那这笔比较小，我们这边可以带一点勾，因为这个花瓣开到最后大花瓣的时候，它会有一点这个花瓣会有一点这种卷曲的感觉啊，卷曲的感觉。然后中间这感觉就是花瓣的它这种长到最后它会有这种有这种卷起来，或者是这种纹路之类的哈，这样子两笔来组成一个花瓣，两笔组成一个花瓣的这种笔法可以两种画法，这个是从这个花瓣的这个最边缘最外面画，那我们还可以啊，来笔里面蘸一点底色，然后再加一点颜色，笔里面蘸一点底色，再加一点颜色，来从根部来画，刚刚这一笔从根部画的，那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外面画起啊。来，这里来一笔，来这样子来一笔，这样子两笔组成一个花瓣。这样跟这个花瓣是一样的哈，都是两笔组成。像中间这个地方，你如果太多了，你可以用胭脂加一下，用胭脂填一下，这样就是感觉它是有一点翻展过去的这种花瓣。
长到最后，这个大花瓣一般都是在花瓣的最外面这一层，最外面一层它通常会有一层这个大花瓣。好，我们这个花瓣就示范到这里。